有一个地方，一起哭，一起笑，一起闯，找到信任加上陪伴。沿途也许会有挫折，有失落，有迷茫。假使无论走多远，心里都能够取暖。Bro， 你的背影看起来很寂寞哎，需要人陪吗？这么急叫我们来，最好是有重要的事。一定要有重要的事才可以叫你来咩？有了 girlfriend 就是不一样。你不要兜个圈来说我重色轻友啊！我妈继承财产这件事，你有没有跟别人说？当然没有啦，我哪里有这么大嘴巴？这件事除了我，静静，Number One 也知道的吗？我问过静静，她没有说。更不可能是我。你为什么要追究这件事啊？我妈继承财产这件事被传出去，搞得她失去了一个大客户。刚才还对我发脾气。啊，那么严重啊？从头到尾都是你。哦，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想到会害一失去大客户。那天我碰到那个 Jerry Dunn， 哇，这么勤劳啊，在派传单。老板叫我做的嘞。天气这么热，真的辛苦你啊。我忙到啊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老板就是这样的，要员工赚钱给他们花。我真的不明白哦，我老板现在有钱到下辈子都花不完呢，我不懂为什么他还要赚钱呢？他中多多啊，比赚多多还好，他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哦，后面那个名啊数都数不清了。Sorry 啦，bro， 那天的天气真的很热，热到我的头真的很晕，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说什么。算了，我早就知道是你了。其实继承遗产也不是什么见不得光的事啊，被其他人知道又怎样？我也是这样想的，所以刚才忍不住跟他吵了几句。啊，那最后谁赢？我辞职了，这样算赢吗？辞职？你开玩笑的吧？我是认真的。反正以后你要继承家里的财产，工作还是不工作都没关系了哈。现在哦，富二代这个名称比较适合你。人品才没你那么没志气啊！其实前几天 Andy 找过我，他邀请我加入88。Andy Chua， 他为什么要找你？肯定有阴谋，他一定是要利用你哦，刺激仪啊！你以为我那么蠢啊？我是不会被 Andy 利用的。Bro， 你想清楚嘛？如果你真的去88工作啊，那就是摆明跟一唱反调哎。你这么紧张干嘛？他也只是一时说气话，人品是不会离开这次一家的。真的吗？哎，你回来啦？哦你去了哪里？哦，我刚才和Number One跟富二代去喝酒。原来真的是富二代把遗产的消息泄露出去。他害你被大 boss 误会，你会不会很生气啊？其实我已经很习惯那个大嘴巴了，而且不说都已经说了，我生气有什么用啊？你可以跟大 boss 解释，那你就不用辞职啦。其实最近我跟他对很多事的看法都很不一样，而且经常起冲突，感觉呢，我们很难在一起工作下去了。你真的决定了？我不想走到这一步的，不过我也不想再看到我跟我妈的感情继续恶化下去。那我支持你的决定。谢谢你啊，有你这样的女朋友，我好幸福哦。我们在这里看了好几间房子，其实都跟 Jurong West 差不多。我是特地找相似的房子给你们做比较的。可是 Jurong West 的价格比较低，既然房子都差不多，那倒不如买便宜的。
这边房子确实贵了一点点啦，但代表说这边屋子的升值率比较高，对吗？确实，这里的房价增长幅度比 Jurong West 高。我觉得买房子是要住长久的嘛，又不是买来投资，升不升值其实没有这么重要。我还是觉得 Jurong West 的地点比较好。保佑，你说呢？其实你们的公司靠近 Jurong West 的确比较方便。环境不错，价格低，地点也方便，我们还需要考虑吗？当然是 Jurong West 比较好啊。如果你真的不想搬来靠近我妈的家，直接说就好了，干嘛找这么多借口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我讲的都是事实啊。Jurong West 确实比较理想啊，保佑你说对不对？保佑跟你比较熟，当然帮你说话啦。你这么讲是觉得保佑不专业喽？我没这么说。你明明就这样。我还有2间房子，我们看了再说。他都决定好了，看什么啊？算了。是你自己不要看的，不要过会怪我。你说他过不过分？奇怪了 ，Finn 要你搬到 Jurong West 就很过分，那你要他搬到 Tampines 就不过分。我平常都很迁就他的啊，做什么事情都照他意思去做啊。我只希望买房子这么重要的事，他可以迁就我一回嘛。看来你还不是100%的爱 Finn， 你不及格。喂，100%啊？你还记得我们以前那个 cameraman 叫阿庞吗？哦，怕老婆怕得要死的阿庞啊。以前阿庞的老婆一打电话来他本来很 man 的样子，突然间就变成小狗一样，摇着尾巴跑去一边讲电话。我还笑他丢尽了男人的脸。可是，自从我发现了爱情的真谛以后，才知道原来他说的那句话是对的。女人是要被疼爱的啦。喂，疼爱也得有个限度吧？看来你还没有领悟到爱情的真谛。你看我对保佑100%全心全意的付出，让她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如果你没做到这一点，就表示你还不够爱 Finn。你说是不是爱的不够？是的。啊，什么事啊？你等我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妈出事啊！不是。会不会很辛苦啊，妈？要不要休息一下？不用，都快要到家了。哎呦，你看这么痛，坐一下啦。前面坐一下吧，来。真倒霉，痛风说来就来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妈，你不要乱说。哎呦，这是No.1介绍的药油，看会不会好一点啊？安弟，以后一痛风可以用这个药油，很有效的。啊，谢谢你，麻烦你了啊。哎呀，不麻烦。哎呀，人老了就是没有用啦，每次都要麻烦艾文来照顾我。哎呀，我看还是早点死了算了。妈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啊。艾文，刚才我跟你说的100%付出，可能需要调整一下，把一些分给你妈。这一次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想法，我支持你。谢谢啊。现在这个时段都没有什么精彩的节目，不如我们出去走走。啊？不要啦，很快就有戏看啦。你干嘛？没有啊。我发现了。 2个礼拜，我肯定可以拍到他跟奸夫上床的证据。你们干嘛来我家吃饭呢？今天是我跟我宝贝在一起第99天，长长久久，所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喜悦。还有啊，我昨天 close 了一个 deal，第一次赚了8000块，一定要 celebrate 一下的吗 ？OK， 可是也不用来我家吃，对吗？因为我们找不到其他的地方，你家是 free 的吗？你不会介意了哦？可以开动了吗？我很饿了嘞。去哪里吃？开动了。哎，怎么搞的啊？披萨没有 cheese。对咯，那个乳酪也是没有酱的。你看这个云吞面也是没有云吞，珍珠奶茶没有珍珠，怎么搞的啊？每样东西都少了一个重要材料。所以咯，你明白了？什么？只此一家，如果少了你，就会跟这些食物一样，只有外表，没有灵没有什么话直接说，不用兜一大圈的。还有啊，我
跟他们是一伙的，你还说你支持我。大家都不想你走了。 bro， 你走了怎么办？我不能没有你的嘞。走开啦，你会舍不得我？你是怕我不在，你没有 hit target， 我不可以帮你擦屁股，对吗？哎呀，随便你怎么讲啦，反正我们是不想让你走。对啊，虽然我没有反对你往外发展，可是我们还是希望你继续留在支持一家。就像我保佑说的，支持一家，如果没有了你，就没有了灵魂。啊，哎，我都还没有做决定，你们就搞这一些，好像真的是我 farewell 这样。那如果我不走的话，不是很对不起你们的一番苦心吗 bro， 这个不是 farewell， 我们真的是很有诚意的。你真的舍得走咩？你舍不得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舍得 right， 不舍得 right， 是不是？不走了，不走啊，不走了。OK， OK， 这比萨，好吃吗？没有鸡丝。 OK 啊，你看。哇，你没看错。bro， 你跟静静，只有你可以谈恋爱咩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为什么连我都不知道的？本来就想跟你们说，可是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也没有什么机会提起。 bro， 你终于想通啦！静静这么好，跟你之前那个哦，真的是差一个天一个地。干嘛拿雷要跟静静比？这样根本就在侮辱静静喽！好了啦，不要提以前的事了。差就是差嘛。哎，你问任品，他也是这么想。见鬼了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房子我也有份的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？反而是有几个莫名其妙的人才不应该在这里，还在背后说别人差，不知道自己才是最差的。 Oh my gosh！ 刚才是不是我的幻觉？你们有没有看到雷啊？不止看到，还被他骂了一顿呢。喂，现在到底什么情况？暂时的，暂时的。他什么时候搬回来的？最近搬回来的，他把他的公寓出租了。哦，还有她也怀孕了。怀孕？是你的吗？ 你想到哪里去啦？怎么可能是人品啊？喂，是不是啊？你是，当然不是啦。可是哦，前任跟现任住在一起，你不觉得会很 drama 吗？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们这么 drama 的。再说，是静静劝我收留他的。真的吗？哦，我不介意啊。你这个怪胎！你们的意思是我应该介意才对啊？哇 ，bro， 你有这样的女朋友啊，真的是捡到宝啊！我也是捡到宝啊，虽然我知道我的宝贝是不会介意的，可是我不会让他受到半点委屈。好，宝贝好，不要骂啦，吃披萨。你把加起。 早安，对不起啊，昨天他们真的，他们说的话我早就忘了。是帮任平准备的爱心早餐。你真的很用心，特地那么早起来弄那么多东西。以前做这种事的都是任平，虽然他做的早餐不怎么样。你别怪我多事。 我总觉得任平对你的态度，跟他以前对我的态度差别很大。我一回来，他就宣布你们在一起，有这么巧吗？难道你没有想过他真正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不明白你想说什么。可怜，自己被利用都不知道。人家说无知是福，不过太无知就不好啦。 任平不是这样的人，是不是你想太多了？我只是好心把事实告诉你，不领情就算了。
平时都喜欢做什么？平时啊，除了工作，我也喜欢看书，喜欢追剧。我每次一看到书，都想要睡觉。追剧也不可能追一整天吧？还有呢？哦，除了那些，我没有其他的爱好了。那我们去吃吧。你想吃什么？哦，我很随便的，只要不要太贵，不难吃，我都 OK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闷啊？不是啦，我只是觉得我们2个人的个性真的很不一样。那，你是不是后悔啊？什么？你决定跟我在一起，是不是因为李啊？干嘛扯到他？我只是在想，之前你都没有跟我表白，可是李亚刚刚回来你就……你认为我是在利用你来打击他？你应该知道我不是这种人，我怎么可能会利用你呢？ Sorry 啊，我不应该这样想。我是真的喜欢你，根本不是你想的那样。OK？ 去吃吧。放心，我会解决。妈，啊，我迟一点打给你。在跟谁讲电话啊？我跟谁讲电话需要告诉你吗？你来做吗？ 我买的东西给你啊。你既然这么有空，就帮我卖房子嘛。之前你说不卖的，为什么突然改变主意啊？叫我卖房子的人是你，现在反而问回我。好吧，我会尽量帮你卖个好价钱。我要卖比市场高出20%，而且一定要在1个月内卖出。高出20%，这太高了吧？ 这个市场是很透明的，不可能会有买家愿意出这么高的价钱。原来你 top agent 的能力也不过如此。我尽量卖就对了。如果你卖不出，早点跟我说，我找别的 agent。介意请我喝一杯吗？我偶尔也会一个人喝酒，但是还是跟好朋友喝比较开心。我们不算是朋友吧？你说的没错。不过也许有一天，我们会成为好朋友兼同事。确实。 我真的很欣赏你的工作能力，不过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想法还蛮接近的。我是真心希望你可以认真考虑加入我的团队。我考虑过了，你一直以来都一直针对支持一家，我很难相信你没有别的企图。你不相信我，我可以理解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我可以介绍你到另外一家大公司工作。 House Finder 的 Ernestine， 你应该知道吧？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啊？他可是行内的top agent。我跟他很熟的，只要我介绍，我保证他可以直接让你加入他的团队。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纯粹是珍惜人才。就算你没有打算离开只此一家，你就当做认识一个朋友，也没有坏处啊。 那如果你 OK 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联系他，
你们好好谈一谈。不用了。如果我真的打算离开这次一家，不管是88还是 Housefinder， 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差别。来，对于 agent， 时间就是金钱，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错过。不过之前你已经停职了一阵子，浪费了很多时间，这也不能怪你，要怪是怪你母亲太过意气用事了，竟然 suspend 了自己的王牌，真的让人难以置信。以你的能力，不应该局限于小公司的。你看我们这里，什么样的教育都有，能让你发挥才能的机会多的是呢。这点我认同，很多大 project 都会来找我们小公司做。你看，在大公司有 Top Agent 的奖项，这些都是你的成绩单；在小公司，即使你再 Top， 没有奖项的证明，你什么都不是。不用再考虑了，88 Home 是你最佳的选择。我很感激你对我的赏识。不过，我想要问，你怎么那么肯定我会离开我妈的公司？那暂时把你们母子关系放在一边，单纯考虑你个人的发展。你应该很清楚知道，在哪里工作，对你的前景更有帮助。机会就在面前，要不要把握就看你。不小心关上整座城市的灯光，是否有个地方照亮心房？这里有善意目光和温暖的肩膀，还有相互支撑的力量。如果不经意间暂时写下了心房，是否有些话你一直想讲？也许他不太擅长表达快乐悲伤，感动却从